总有人问我哈，那么多来相亲的人到底脱单率高不高呢？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哈，有一大半啊都是来相亲市场寻梦的，但凡他不是来寻梦的，他分分钟就脱单了。为什么这么说啊？比如说哈，有的男人自己离婚了，带个孩子，40多岁了啊，还想找个未婚的大美女去给他的儿子当后妈，最好还能年轻点漂亮点哈，勤快听话性格好，最好啊还不图他的钱。这件事情哈，我说实话还真的是不太容易，不管你多有钱也未必就能办得到，特别是在北上广这些大城市哈，因为跟你 PK 的可能就是那些年轻帅气的富二代，他们有很良好的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又年轻又帅气，还有非常大的潜力。那如果你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女生，面对这样的选择的时候，你会怎么选呢？这些美女又不是没脑子啊，她也不是眼睛瞎了，还有一些哈女的也是一样哈，离婚带个娃，还希望找个未婚大小伙子，最好还是高富帅，这个基本上也是在发春秋大梦嘛。有时候啊他们还会参照某一个运气好的闺蜜，因为闺蜜带了个孩子嫁给了高富帅，所以她认为啊别人都能中一等奖，我为什么不能中？我还见过一个男的哈，离婚的，自己都50多岁了，手里有点钱哈，他要求找个25岁以下的女孩啊，还最好呢是处女。那天当我听到他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说，大叔啊，你是不是还活在解放前呀？啊，包括有一些大龄的未婚男性哈，他们总是在追逐眼缘儿，然后发现有眼缘的女生呢都不搭理他，人家呢有更好的选择，那为什么要搭理你啊？相亲了好多年哈，见了几大箩筐的美女了，没有一个谈成的，要么就是人家压根儿就看不上他，要么就是跟他短择一下啊，花点他的钱，有了更好的选择的时候啊，就跟他拜拜了。但是呢，他自己啊，可能还认为呢，这个就是他的前女友。其实哈，可能以他的实力啊，再谈10个这样的美女啊，也就是10个前女友。所以说哈，不是只有女生会被短择的啊，男的也是一样。他根本就不知道那些漂亮的女友啊，不跟他结婚的真实原因啊，其实就是人家呀会有更好的选择。但是这样的男人呢，还是会继续执着的啊，在寻找他的眼缘儿，最后把自己拖成了大龄剩男了。然后他们会说女生太现实啦，一切向钱看。但是我奉劝你一句啊，不是女生太现实，是你选择的女生啊，总是跟你很现实。你没有好好想过这个原因吗？大龄剩女的问题啊，那就更多了哈，那些不切实际的择偶要求我都数不胜数了。我就不在这里累述了啊。有句话到底说的对不对呢？就是任何事情的不成功都一定要从自己的身上找问题，跟外界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的。不论男女，只要你已经是一个大龄未婚人士，或者按照自己的理想的标准找了好多年都没有找到的，你就别嘴硬了啊！问题一定出在你自己的身上，好好想想吧。现在被毒鸡汤毒傻的女人和那些三观很正的女人，她们的区别真的大了去了。被毒鸡汤毒傻的女人，她说你看一个男人爱不爱你，一定要看他给你花多少钱，花的越多，说明他越爱你。不舍得给你花钱又抠门的，那一定是不爱你的人。女人给男人生孩子，那就是对男人最大的奉献，所以他对我们好，那是应该的，他就应该付出代价的，那是他欠我的。要不他自己生一个给我看看。他们还说那些只图感情不图钱的女人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傻的女人，最后呢都会输得很惨很惨。倒贴的女人那不用提了，那真的是蠢到家了。一个男人连家都撑不起，那还有什么幸福可言吗？如果我有钱，我又有貌，我还有子宫，为什么我非得结婚？要不我要个男人干嘛？给我添堵是吗？我们再来看一看三观很正的女人，她们怎么说的她们说我又不是什么商品，我的感情不需要用金钱来换取，男人给我花的钱再多也不一定代表他爱我，真正爱我的男人是会给我一个家，用一辈子来守护我的人。我不认为生孩子就是给男人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孩子那是我们2个人共同的，我们都很爱他，是我们共同生命的延续，也是我们爱的见证。他们也不会认为那种图钱的女生是傻瓜，反而这些女人才是聪明的，因为婚姻它一定建立在情感基础之上，财富是可以2个人一起奋斗努力的，这样的婚姻才会稳固，才会幸福。在婚姻关系当中一个女人要是没有钱，大部分的男人都愿意养她，而一个男人如果没有钱了，那些物质女就马上想远离他了。而一个真正的伴侣，一个妻子却会不离不弃，
他会说没事老公，我养你。当男人东山再起的时候，有很多傻女人又会回来找男人，还能要他吗？傻女人呐，天天都在喷男人啊，男性欠我们整个世界啊，一边呢又要公平，一边又要求别人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而真正聪明独立的女性啊，她们是把男人当朋友的，当人生的伴侣的，当一生的盟友的，是共同进步的良师益友。你们觉得到底哪种女生更值得被爱，更值得被选择呢？她们到底谁傻谁更聪明呢？评论区咱们聊一聊好吗？今天有个挺有趣的事儿啊，我来聊一聊。今天上午啊，有一个89年的男生啊来我们这儿呢咨询一些相亲的事儿啊，正好呢有一个93年的女生呢也在这儿。这个姑娘呢正在跟前男友通电话啊，就那个声音啊分贝特别高，大家都能听得到的那种。就听到她在电话里边啊大声的数落她的前男友，她说我是不会跟你结婚的，连20万的彩礼你都拿不出来，上班挣的那点钱够干什么用？你自己喝西北风，你还想带上我呀？别跟我说什么感情，你不想付出就想娶我呀，门都不会有的。还有啊，你们家那个房子才60-70平，让你加个名字给我点安全感，你就找各种借口不同意，说这是你父母的房子，那你倒是自己买一套啊。没有能力结婚就别做白日梦了，以后啊别再给我打电话了，行吗？他挂完电话之后啊，那个89年的男生啊正在旁边填写信息，这个女生呢就偷偷的凑过去啊看了一眼，转过头就跟我说啊，你看这个男生的条件啊，就是我就特别满意的，能不能现在给我介绍一下，认识认识啊？我呢就拿过那个男生啊填写的信息看了一下啊，185的个子啊，美国海归硕士，北京人，家里有好几套房子，男孩呢自己年收入60多万。然后啊我就过去问那个男生了啊，我说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呀？男生说啊，我想找个95后，身高呢1.68米以上，最好是北京本地人，硕士学历，长相漂亮点的。我结婚是不讲究彩礼什么的，如果女方那边要提彩礼的话就免谈了。另外我们家房子挺多，但是啊都是在我父母名下的，所以我也不可能给我的老婆加名字，最好她自己呢也有房子。我听完了之后啊我就看见旁边93年的这个姑娘啊一脸的尴尬啊，因为她没有一条是符合对方要求的。但是你们知道怎么着吗？她这个时候很不甘心啊，她居然就厚着脸皮啊上去要这个男生的微信。男生说就别加了吧啊，我呢对你这种普信女一点兴趣都不会有，你倒贴给我我都不会要。你们看看啊，就是这么个事儿。姑娘啊被狠狠的打脸了啊。我跟你们说一个相亲真相吧，当你对一个人的身高、长相、学历、家境各个方面你都很满意的时候，这个人他100%是看不上你的，你信吗？相亲对象一上来就问你房子、车子和收入，你们觉得对这样的女生你会有好感吗？最近有一个自认为条件很优越的女孩，连续相了4位优秀男生，每个男生反馈回来的信息啊都令我很无语。第一个呢是北京本地的男生，见完面之后啊反馈跟我说，这个女孩第2次出去吃饭啊就问男生家里到底有几套房产，刨根问底儿，多少平米啊，在什么位置啊，都在谁的名下。然后饭局结束的时候，估计呢是觉得这个男生条件挺好的，就问男生说，你觉得谈多久可以确定恋爱关系呢？妈呀，男生直接被问懵了啊。然后呢这个男生就问我，现在的女生啊都这么主动了吗？我们才吃了1顿饭就能知道什么时候能确定关系吗？着实在他意料之外。那第2个男生呢，家境也很好，暂时在北京还没有买房，但是人家的实力啊，北京买房随时可以。这个女孩第1次吃饭的时候啊，就问这个男生啊，以后打算在什么地方买房？自己觉得呢，还是要在北京买个学区房。自己家里呢，在北京已经买了房了。男士一问啊，是个几十平米的小房子，而且呢，在郊区。但是这个女孩呢，就好像摆出了一副你连个房子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架势。她的这种态度让这个男生觉得这个女孩真的是太肤浅了啊，很无语。第3个男生呢是自己做生意的，前几年呢生意好的时候1年能挣几百万，最近呢1年因为转战线上嘛，收入就稍微的有点下降了，目前呢估计也就100多万。这个女孩呢也是啊，跟人家问了个底儿调，把人家近5年的全部年收入啊都问了个遍，然后呢她还看不起这个男孩现在的收入，嫌太少了。我就不明白了，做生意的
有那么稳吗？哪年低一点，哪年高一点，那不很正常吗？甚至什么时候亏了倒闭了都不好说。你们说他是不是连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还一心要找一个做生意的有钱人，一副只想共享繁华不能共担风险的嘴脸。说实话，红娘老师我发自内心瞧不起他。第4位男生的反馈更有意思这位呢也是自己做生意的，年入很高，我就不说具体了，人家呢基本都财富自由了。这个女孩真的是很无脑问人家有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问人家为什么不在北京买房子。实际这位男士在国内有很多处别墅和房产还有写字楼，北京只不过呢暂时没有买而已。一套房子在他的眼里，那这不是小意思吗？但是这个女孩就只盯着人家的问题看不看人家的综合实力。说句实话，这几个男生没有一个配不上他的。我估计他相那一大圈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可是你们知道吗？后来我问他为什么总是盯着这些东西问，会很影响别人对自己的印象的。这个毕竟是相亲，结果他还反问我，说都出来相亲了，不应该直白一点吗？问这些问题问清楚点不应该吗？我说你知不知道，你问男生这些问题就等于男生问你跟几个男人睡过觉打过几次胎是一样的道理，你舒服吗？你们说对不对？有句话说得好事出反常必有妖。今天我不给大家讲相亲了最近有一个男粉丝遇到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今年的5月23号那天我收到了一个男粉丝的私信讲述了他的一段离奇遭遇。下面就是他的原文，我用第一人称给大家分享出来他说，老师我最近谈了一个朋友是一个2婚女，我们交往了一段时间，彼此呢都很喜欢对方，我有空了会给他做饭，我很珍惜我们彼此这段缘分。我的年收入大概在50万左右在1线城市有3套房子。刚开始交往的时候呢，一切都非常的好。他有一个喜好，就是喜欢查岗，几乎每天都要查，恨不得1分1秒都要知道我的情况。只要我回信息慢一点，他就问我是不是在跟别的女人聊天。其实当时呢我一定是有自己的事情的，可是呢就连晚上洗澡他都要规定的时间洗。一开始我觉得他可能是很在乎我，所以呢我也就很乐意配合他，以至于每一次我出去谈事都会拍带有时间的现场视频给他。有时候呢他还要出题要我在纸张上画出他规定的图像，并且拍成视频发给他。一开始呢我都做了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就开始觉得这样太累了，越来越不想配合了。但是我心里边呢又还是很喜欢他的，所以我开始纠结了不知道要不要交往下去，想放弃呢又舍不得，想在一起呢又真的很心累。我这个人呢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也不过夜生活，喜欢看书健身，我是个比较自律的人。现在我真的是很苦恼，不知道该怎么办。前几天呢我在家里写报告，他要求我一直把视频开着要看着我工作，我说不太好，这样影响我工作，他不高兴了，直接把我删了。哎呀，我也是个有自尊心的人收入又不少，我想着我干嘛这样被管着呀，被牵制删除就删除吧。于是呢我也就没再联系他了。可是呢没有过几天他又主动加我了，这么着我们又和好了。老师原本呢我以为经过了上次我的拒绝，他在这件事情上会有所收敛的。可是我想错了我们和好了之后他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了。之前呢他只是偶尔的视频查一下岗，可是现在变成了不说话，没有话题聊的时候要求我全天都把视频打开，就连买一个菜都要我把视频打开给他看。他要看一看卖菜的是不是女的。晚上更加离谱，我呢睡觉睡得比较早，他呢不信我非要让我晚上把灯打开，把视频打开，要看着我睡觉。中午休息的时候也要我开着视频睡觉。更加离谱的是呢，做饭做菜也要我开着视频，一天24小时，几乎分分钟都要监视我，太累了。还有一些私密的事情更加是颠覆三观。即便他再优秀，我也很想放弃了。我感觉这样像是有病的人，虽然有些不舍，但是我还是很想快刀斩乱麻。最近我整个人都有点抑郁了精神恍惚，感觉我自己都快成精神病了。现在我只要是一听到手机响我就有点像被惊吓到了的感觉。所以我今天决定要跟他摊牌了还是分手吧。那我的故事呢先讲到这儿我也说说我的感受。我觉得这个女人精神可能不太正常，她这种行为应该是有严重的心理疾病的，非常非常有必要去看医生。
本来我以为这位兄弟能够尽快解决这件事情，但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故事居然还有后续的发展，这个情节啊比电影都精彩啊！就今天早上啊，这位粉丝又来信息了啊，他跟我说啊，老师啊，要不要我把后续的故事再发给你啊？真的是比电视剧还要精彩10倍，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哦，剧情来了个大反转啊！说到这儿啊，咱们啊到下一个视频啊，听一听后续到底有多离谱。你现在又想复婚啦？早干嘛去了呢？今天啊，我这里来了一位36岁的离异女士啊，那提出来的择偶要求着实让我吓了一跳。她说自己是1线城市本地人啊，有车有房，体制内的工作很稳定，还可以给对方落户。要说她的身材长相啊，真是还不赖啊。唯独的短板就是年龄大了一些，还带着个孩子。本想着呢，这离过婚的人呐，应该是明白自己几斤几两了，能找个什么样的人，对吧？结果呢，人家说3年前离婚的时候，确实是因为丈夫太忙了，于是呢自己出轨了，硬带着孩子呀离婚了啊。可是没有想到自己被外边的男人给耍了，自己离了，对方却没离，就这么个事儿啊。2个人没有多久啊就闹掰了。于是呢，她带着孩子自己过了3年，真真实实感受到了人情冷暖，挣几个钱有多辛苦，想着之前的老公对自己那才是真心的好，开始后悔了啊。于是呢，她就各种打听前夫的消息，想复婚。最后呢，得知人家已经有女朋友了，她3番2次的找借口上门献媚啊。可是呢，前夫并不为之所动，并对她说：“你离婚的时候跟我说的话有多绝情，我现在对你的态度就有多绝情。”所以她眼看着这婚啊是复不成了，所以呢就想到来找我们。她提出了几条几乎不可能的条件：第一，市中心必须有2套以上的房产，不跟父母同住；第二呢，身高不能低于178，因为前夫是180的啊，还不能秃顶，不能太丑。他说呀，要不然亲不下去嘴呀。第三啊，年收入呢至少100万，要不然怎么养得起我们娘儿俩呢？因为前夫是做生意的啊，年收入是很高的，要求100万不过分吧？我听完之后呢，差点没被他气晕过去啊！我说抱歉呀，就你提出这几项，任何2项加到一起，那都是王炸。未婚小姑娘都没有你那么敢要。说实话，现在这样的女人真的挺多的啊。据统计，有80%的离婚都是女方提出来的。但是有趣的是呢，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又很多女人呢想要复婚，而大多数的男人啊又不同意了。往往在离婚之初，男人已经用尽了各种方法挽留对方。各种乞求、哭泣、承受痛苦以及承受损失，甚至是下跪。对于男人来说，离婚是一件非常痛苦而且丢脸的事情。而女人呢，是没有这种心理的，她们只觉得自己不开心了，或者跟丈夫没有足够的浪漫了，就想离婚。但是她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有多艰险，认为离开他之后自己一定能过得更好。但是当她们重新回到单身的时候，却发现并没有那么多人会宠着她们。他们这个时候才会怀念起原来丈夫对自己是最好的人。可是当他们想要复婚的时候呢，大多数的男人却会拒绝，因为男人更理性的他们会思考过去的日子并不好，那现在你回来了就能过得更好吗？甚至我已经失去了我该失去的，我已经承受了该承受的，你还要让我再去经历一次吗？男人通常都不愿意再接受这个安排了。有一些男人还有点洁癖接受不了离婚期间女人跟哪些男人有过事儿他现在不想当这个接盘侠了，所以大部分的男人不会同意。总之，离开并不代表你就会幸福这些女人早知今日你何必当初呢？是不是？有的女生她是真的不相信我说的话现在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里，优秀的男生真的是被哄抢的。你总觉得我说的太夸张了，是不是想故意制造焦虑甚至我想打压你们？那你真的就是大错特错了。当你还沉浸在你的所谓的矜持里，还陶醉在你所谓的慢热中，那个你中意的男生早就被那些积极主动有眼力的女生给抢走了。你不信我就给你讲个最近的案例前不久呢，我这里来了一个89年的博士男，自己刚开始创业非常优秀。在我这里呢，相亲相了3个女生。第一个女生听说男生自己刚开始创业，就直接跟男生说了，我是一个自私的人，如果未来对方创业有什么风险的话，他是不愿意共同承担的，就算结了婚，他也不愿意一起承担风险。离婚的话呢，他的东西还是他的，但是他要分男方一半的资产。这个真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咱们再来看看第2位女生
她觉得男生也不错啊，也很想交往试一试。结果男生第一次约她外出呢，她拒绝了，理由是单位要加班。第二次约她外出呢，她又拒绝了，说约好了闺蜜。第三次男生啊都到了她的单位楼下了啊，说一起吃个晚饭。这时候呢，她不好意思啊，就下楼来了。但是她仍然跟男生说自己手头还有点工作弄不完，看看能不能改天约。这之后啊，这个男生再也没有联系过她。那么她呢，就等了1周之后呢，她发现男生没有消息了，于是呢，她就主动给男生发了个消息，结果发现自己已经被对方删除了。于是呢，我就问她，那你是不是根本就不想交往啊？她说不是，只不过呢，想考验一下男生对她的兴趣到底有多大。另一方面呢，也不想让男生觉得自己特别的好追，所以呢，就玩了一下欲擒故纵的游戏。他还说女生不应该矜持一点吗？要是男生约自己特别容易的话，他一定会觉得这个女生轻浮的，让他难一点，不是更容易珍惜我吗？而且呢，自己确实是个比较慢热的人，需要慢慢来。只可惜这个男生太没有耐心了，但是我又觉得他挺好的，他是我相亲以来觉得各方面条件最满意的一个。您看还有没有可能呢？于是我就告诉他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大家都是成年人，都已经来相亲了女生你就别玩那一套矜持和羞涩了，你还考验呢，你是以为还在校园里吗？第3个女生跟前2个女生真的完全不一样，她非常主动坦诚，一直跟男生在积极的互动，主动聊天约会，见面的次数也挺多。结果呢，男生说这3个里边性格最好的就是这个女生，最起码人家的认知和行为都属于正常人。最后他选择了第3个女生所以咱们来看看第1个女生纯属自私，还没有眼光，对吗？这么优质的潜力股白白给扔了。第2个女生完全就是作，现在还有哪个男生有那个精力跟你慢慢磨呀？那你是哪位天女下凡呢？所以你还在左顾右盼的时候，好的男生早就已经跟你擦肩而过了，你们说对不对？为什么很多人相亲之后他谈恋爱进展就很不顺利成功率也不高？原因呢，往往就出在了交往初期，非常容易触礁。最近有一段认识都3个月了，现在已经呢濒临分手。女孩特别委屈来找我说，这个男生不懂她，自己是个女孩子嘛，有的时候难免会有点小脾气，耍个小性子什么的。男孩呢不会说话，总惹她生气。以前还总是很快就来哄她了，送个礼物道个歉什么的。可是最近呢越来越冷淡了，吵完架了之后10来天都不找她。这一次呢，这个男生已经1个多月没联系女生了。于是呢，我就跟男生联系了一下结果男生说这个姑娘太作了每次呢都是因为一些很小的事情，比如一句话没说到她心里，她就要跟男生掰扯，一定要男生服软了她才罢休。要是吵几句嘴那不管谁对谁错一定得男生过来哄她才行，甚至呢必须买个礼物表示真诚的道歉。他们出去玩吃什么玩什么都得按照女生的喜好。吃饭的时候呢，如果没有帮他拉凳子没有帮他选喜欢的菜没有帮他夹菜他都会生很久的气说这个男生不在乎他刚开始的时候，男生因为比较喜欢他嘛什么都愿意由着他惯着他。那这一次呢，是因为男生跟他表白了，希望他们做男女朋友。结果这个女孩居然回答说还需要再考虑考虑这次这个男生沉默了于是1个多月了都没有联系这个女生了。现在的女生就很纳闷说男生为什么一生气他就不说话了呢？可是你让他说什么呀？他说了你听得进去吗？你又不会改。他跟你讲道理的时候呢，你又会问他这是什么态度？他要是真的跟你表明了态度的话，你又会嫌他不真诚，说他是在敷衍你。于是呢，人家只能一次又一次的咽下这种委屈然后呢还得一次又一次的去哄你。每一次哄好了你之后，他还得自己躲起来哄一哄自己。但是这样的时间长了之后谁都会很累的，问题又解决不了，情绪呢还不停的在堆积，那总会有被压垮的一天然后你就会发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突然变得沉默了，不爱说话了，也不来哄你了。他不是变了，也不是不爱了，更不是在跟你较劲，他只是感觉到一种切切实实的心累、无奈和失望他只能一次又一次用尽全力去压抑他自己的脾气和情绪，因为他不想吓到你，也不想自己失控的时候说那些难听的话来伤你们的感情。但是你不知道的，他每调整一次情绪，你们的关系就会淡一点。
不被理解和尊重的。每一次啊，他独自咽下失望和难过的瞬间，他都在往后退，直到退到不想退的那一天，你们的关系啊，真的就散了。你明白吗？35岁的女人来相亲啊，她说啊，感觉我们给她推荐的男人条件都不太行。我就凭她这一句话，我闭着眼睛我都知道你怎么会单到这个岁数的。说男人的条件不行啊，你得先看看自己的岁数行不行，好吗？我真的啊说，那20多岁的年轻姑娘啊，人家挑挑拣拣，那是人家有那个资格挑。即便是小姑娘，她没房没车，条件一般，人家也有大把的男生可以选择。可是你都到这个岁数了，你真的不会觉得，哎，你自己都单着呢，那些跟你年龄相匹配的男人也全单着的吧？啊，你这就是天真了嘛。本来你的选择面就已经很小了，你还得找那个条件很好的男的。你就说那些你看得上的男人，有一个看上你的吗？你自己心里真的一点数都没有吗？啊，你都这么被拒绝了，你还在这儿嘚瑟呢？自己要想一想啊，咱复盘啊，这几年还有条件很好的男人在追求你吗？要是有，你就不会来我这儿找了，对不对？啊，那些跟你相亲之后还假装装怂的男的，那人家是在给你留面子。要知道啊，你这么来说的话啊，他没上去直接怼你就不错了。听你说这个话呀，啊，好像是这些男人都得排着大队啊，让上杆子让你去挑，结果你还大手一挥，都不入你的眼。哦，我这全都不满意哦。你认为自己条件不错，那敢问是啥条件不错呀？难道是你的年龄条件不错吗？你自己出去问问啊，一个35岁的男生，他要是找个26、7的姑娘，他还得付出的多一些呢。你的条件这么好，你这还没找到呢？啊，你条件好，男的条件不行，你就看不上。那我咋没见你问问那些你都没看上的男人，为啥也没看上你呀？你想过这个问题吗？啊，大龄的女人真的啊，咱别再自己糊弄自己玩了，行吗？别问我今天怎么这么说话啊，我不是打压谁鄙视谁，我真的是拿事实说话，你能理解吗？